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，今天是第3章了，物质古城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本来我今天是想给大家录制更新一个洛克人游戏，结果很多的小伙伴催更，所以说就先把这款游戏更完吧。长度呢一共是6章，今天是第3章，这已经一半了。其实流程方面真的不算长，而且本作的地图上也相对简单一些。第3章的难度同样不高，咱们本章的目的最关键有2个。第一呢是开启黄颜色的门，开启黄颜色门之后，咱们可以回到第1章、第2章，有一些收集的要素。另外呢，本章最重要的一个机关是收集5个灵魂之药，收集齐之后就可以通往本关的最终 BOSS。这个游戏的走路的路线上，我录制之前都经过了一下的规划，很多小伙伴可能在上一期已经看出来了。尽量是比较短的路线吧，不敢说是最短，但是呢还是比较省时的。你比如说本章，我算上收集要素，大概只打了不到20分钟。那游戏6章的话，2个多小时。好，这是一个传送站，遇到这样的呢，一般都优先把它点亮，万一后来需要走回头路，那走传送站是比较不错的选择。这个游戏很多小伙伴吐槽说它的系统没有月下丰富，那可能装备上呢丰富程度要差一些，但是系统上绝对不是非常简单，就是说它这个双精灵的切换，它涉及到补血的要素啊，涉及到抗性，涉及到攻击无效等等等等，这个是需要利用好的。尤其在打 BOSS 的情况下，后面的 BOSS 出现了很多的切换攻击的属性的要素，那你在打的时候呢，你就需要注意，很多时候留给你的时间不足1秒，你就需要进行切换。所以说难度还是有一些的。这个回旋镖呢，轻轻小兵也就算了，砍 BOSS 我还是喜欢双手重剑，尤其由妹子挥动起来，感觉特别的有气势。大家本章可以数着一点，收集了几个灵魂之药。好，出现了新的敌人，小型火龙，它右下角呢蓝色的骰子就代表呢它是弱点，红色的代表是抗性。那弱点和抗性都是6点是满，6点就代表无效了。比如说这个火龙就是火无效，弱风弱水。另外咱们还有光属性，还有暗属性。绕个后吧，这个货吐火呀，升级了17级。屏幕的左上角的数字17就是咱们的等级，这个等级呢，它是用颜色来晕染的，一点一点往上，满了的话就是升级了。好，咱们收集到了一个灵魂之药，需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地图是单向的，这张图需要从左边进入，如果你从右边进，你只能收集到钥匙，你打不开这扇门，所以说这个地图首先是需要绕行的。那其实大家玩恶魔城系列，如果你手上没有地图或者攻略的话，那绕冤枉路啊是经常的现象，很多地方走个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都是非常平常的。所以说我在规划路径的时候就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吧，这样呢显着快一点。好，这个地方一块大石头挡住了，但后面是有隐藏的。这些隐藏的空间最大的特点啊，就是它的墙壁是裂开的，有裂纹能看出来，这是第一。另外呢，本作也有一些比较必踢的这个解谜要素、隐藏要素。你比如说第1章大家就见识了，脚底的地板你要踩在正中间，在原地跳50次才能把那个地板踩下去。这个谁能想到啊？这个不说谁能想到？就是谁没事能在原地蹦50次啊？
这是吃了多少撑到了才能这么干啊？好，重剑掏出来，这个抡起来真的是有气势，爽。最重要的是它的范围比较好，这样打 BOSS 的时候，你在走位的时候也容易砍到 BOSS。好，这里我看见下边有这个风属性，没办法进行了一个2段跳，然后呢切了一下属性。好，这个魔法比较特殊，它呢，他说是隐身，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替身。那它召唤一个残像，这样 BOSS 或者敌人就攻击这个残像，不管你。不过呢，这个魔法有点特别，它是持续的消耗你的法力的，直到你把它收回来，或者你的法力消失掉。在打一些 BOSS 的时候有奇效啊，后面会利用到的。往下走，这关呢，我切了一下屏啊，切了一下屏幕。为什么切一下呢？因为它这个植物已经把包子吐出来了，我已经很难躲了，我只能切一下屏躲一下。切一下风，过来之后再切火，因为这个花呢它是弱火的，它不弱风。啊，看这个小召唤兽吐的这个火焰弹飞得非常远。但是你不指望它的输出啊。好，捡到了一个火精灵强化，那这个火精灵应该已经强化2次了吧？像这种强化呢，最好如果可能的话，你在 BOSS 之前把它捡到。在后面看这个背景贴图，至少有3层。3到4层吧，反正我看这样的画风，我是感觉非常舒服的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小伙伴觉得这个画面不好，可能是新生代的玩家吧。像我这种玩家呢，就对像素风没有抵抗力，所以这款游戏出了之后，马上就练了，练了之后就录了。它和月下相比呢，就是一款小而美吧。系统方面其实也比较成熟。这个操作真的舒服啊！我不知道玩了这款游戏的小伙伴们，感觉这游戏操作性怎么样？反正我感觉是非常的舒服。那很多小伙伴买了这个游戏，通关了，然后还跑来催更。你这，他们表示就是喜欢看我玩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切的要频繁一点啊，切4次，要注意节奏。哦，前方这个阴影敌人啊，非常讨厌。他呢，面对你的时候他不现身无敌，背对你的时候他就出现了。这样咱们用重剑打他还是比较划算的，因为呢可以照顾到脑后。这是一个150度左右的攻击，有存档点咱们存一下。好，这边是一个靶场。上一章呢有一个赌场，这关呢是一个靶场，它就练习你的弓箭射击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分数记录的系统。玩起来还是比较复杂，你比如说后面的场景上呢，有金属的部分，有木头的部分。金属的部分会反射你的弓箭，木头的部分会把你的箭定住。然后你如果一箭射个3个靶、4个靶、2个靶，还有加成。好，美杜莎，这个美杜莎攻击方式呢，有一个向前看啊，你站在它前面会被石化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射箭打你。它是有一点弱光的。所以说打他的时候最好快一点，或者呢，他发射石化光线的时候你就跳起来。好，捡到了2个灵魂之药了，本章需要5个呀。
咱们10分钟才收集了2个，但是后面呢就比较集中了。好，这里又一段剧情。那这个黑皮精灵呢，想要复活亚修拉姆。魔女给了他魔剑，这把魔剑是干嘛的呢？是干掉骑士用的。跑了。来了段剧情，那咱们收集了2个灵魂之钥了，我觉得应该向 BOSS 方向移动了。这里是商店，想买东西先要卖啊。搬文件500，全认卖了。回旋镖我其实也不用，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好的重剑啊。中空巨神剑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装备上吧。攻击力高16呢。啊，这把剑果然是中空的。存个档，保存一下咱们的成果，然后挑战 BOSS 了。这个 BOSS 呢，目前来说好打。只是目前来说，后面它是有强化的阶段的。哎，第一剑没砍到，这下我的小召唤兽打到了。这个 BOSS 最大的弱点就是眼神不行，看咱们绕后了，他还在前面打，半根血已经没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他召唤雷电的这招啊，如果你和他重合的话，你是不会被撞到的。但是需要雷电出现之后，它本体会失去这个碰撞的判定。这个我真不知道是 bug 还是就是这样设定的，可能是就是这样设定的。那方便玩家呢，飘在他头上砍他。这个 BOSS 是免疫弓箭的，因为他手里有盾嘛，你用弓箭射他全会被挡掉。好，这样打完了这个小 BOSS。一个长廊，好多的丧尸，哇，这个丧尸砍起来真的是太有恶魔城的感觉了。好，又一把灵魂之钥，3把了。向下一个 BOSS 前进。另外呢，咱们现在门已经打开了，其实可以去搞一些收集要素。背对他砍，好。这里这个齿轮，大家射击这个齿轮的时候要注意啊。你比如说现在是让它顺时针转动，是能把这个梯子啊给拉起来。如果你的弓箭射的让这个齿轮逆时针转了，那这个东西又掉下来了。好，又一把钥匙，5把钥匙收集齐呢，就可以打开一个封印，通往本关最终 BOSS 的道路才会打开。4只丧尸，这个地方我感觉可以用来练级刷级。你切一下图，它又刷新了。看，又点了一个传送站。哎，不行，这里呢需要用风。好，上来了。全都是暗精灵，暗精灵会影响你的视野，所以咱们召唤光精灵干掉他们。升级了20级，哇！那这个游戏想要练级的话，真有的练啊！咱们现在大概是打了一半，20级左右吧。过完这关不知道多少级。那最大级别如果是99的话，我估计需要大量的练级。如果你是练级狂的话，这个给玩家留下了很大的练级空间。
但我估计我通关的时候也就50多级、60级吧。好，最后一个魂药。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装备风精灵的时候是漂浮，这个感觉很有用。但是装备火精灵的时候呢，其实操作上也有变化，就是这个滑铲，它的变成了一个剪刀脚吧，就前进的距离更长了。这里需要切一下属性。咱们的魂药也全了，本章呢还买了一把好剑，这把剑至少可以用2张。在这里把封印打开，这样5个魂药就用掉了。哦，这个封印做的还不错呀，感觉。弄了半天是个电梯啊，也就是说咱们找了5把电梯钥匙。哦，它还能回去。存档点。暗精灵魔法后面咱们也会得到的，因为有的怪呢它也弱暗。哦，这个地方远了一点啊，看看啊，一个漂浮在2段跳才能上来。好，这样血量的最大值130。哎，被喷了，这不喷头上了吗？我还挺有自信的，我感觉我可以先把他砍死啊，结果呢被喷了。输出还是慢了一点，我用一个魔法好了，因为用魔法的瞬间呢，这个屏幕是定住的，感觉有点像拳皇系列放大。存档 BOSS 战。哦，第3个滑铲铲得太远了。来吧，这次呢，它是一个加强形态。如果你让它施展开的话，它会多出很多种攻击方式的，所以咱们还是要快点打。前2刀都没砍到，刚说要快点打，浪费了攻击的机会。其实是可以划到他2刀的。好，3/4的血了。这个电的攻击方式变化了。哦，这个变身可以。这个 BOSS 我要打呀，魔神王。羽毛攻击，然后呢召唤。它还有一个电，这个电呢要离它远一点啊。咱们就用光精灵魔法打了。好的，收了。这样第3关的流程结束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第3章给大家先录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